嗨，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了我的频道，我是 CJ。目前我所推荐的交易所是全世界排名第3大的 Bybit。现在只要使用我的注册链接完成了注册，并且符合新用户的一个资格，就即可获得1000U 的一个仓位哦。这个仓位呢是可以拿来做模拟练习的，如果获利的话呢，还可以提币走哦。最后呢，这个时间只剩下60天，如果还未加入的朋友们，赶快用我的注册链接完成注册哦。今天是一个重大的日子，也是开奖的日子。就在今天，美国总统川普正式公布了各国的一个关税，而在我们台湾部分呢，关税呢是高达了有20%，这已经呢是高于了日本跟韩国。日本跟韩国的关税呢是15%，就连英国是只有10%，而欧盟的话呢是15%。所以这也就证明了呢，目前呢台湾的压力呢是非常的一个庞大。现在目前所针对的是纺织、家具跟汽车零件，而这3个呢是目前利润已经够低，只有10到20%的一个利润，就仅仅呢这微微的利润呢，而关税的部分就20%，所以这等于就是无法呢承担这个的负荷，也就会造成呢它在商品上呢可能会调涨高达了有25到40%的一个涨幅。而这个调涨呢，也就会影响到呢日后的商品呢，也会带给呢消费者呢更大的一个压力，这也就会造成呢，在台湾的一个各个产业呢，可能都会外移的一个情形。这个消息一出，也造成台股在今天收盘价跌了0.9%，将近有374点。而另外呢，美元对台币的一个汇率呢，就在今天呢，也自从5月份以来呢，上涨来到了30元的一个汇率，并且呢，在台币的部分呢，也下跌了0.34%。而大家所担心的不只是这20%的关税，最主要的是232条款。我们就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232条款。它是在60年前立法的，它的法案呢是叫做《贸易扩张法》的第232条款。这232条款呢提到的就是有关于呢强势又迅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它不需要透过冗长的一个国会立法，或者是经过 WTO 的一个票决，也可以呢就直接呢经由美商部，他们呢会进行了270天的一个确认审核，并且呢交由总统呢进行了一个决议，而他总统的决议时间呢是90天。所以呢，就是270天加90天的时间内呢，有可能就会进行了一个232的一个条款政策，而这也是呢，自60年来呢，尚未实施一个法案，但是呢，就在4月1号的时候呢，已经正式呢启动了这个232条款，而将由美商部呢去进行了一个调查，而这个调查呢，交由美国总统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迅速呢去决定说将要如何做出一个裁决，就会最终呢就会进行了一个宣布。所以这个条款呢将是影响的很大。如果呢最终呢是以毁灭性的一个将近25到50%的一个关税的话呢，就将会带给更多的客户呢去避免与台湾的一个半导体呢去进行一个合作，就像是苹果跟辉达的部分。再来呢，如果呢以可以和缓的方式呢，在美国去设厂，关税的部分将会降至15至20%。而这两种的剧情呢，我比较偏向看向于和缓的一个部分，因为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数据呢，在目前的一个半导体产业呢，晶圆代工厂呢，台积电呢就占了全市场的一个66%的一个趴数，而下面很清楚可以看到呢，其他的企业像是三星、联电的部分呢，也都不达到10%，仅仅呢只有呢台积电的小小的一个趴数，所以呢就以这个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来比的话呢，
美国总统川普呢是应该不太会去做出太超过的一个行为。除了只有影响半导体外呢，其实呢连衍生性的一个产品，像是伺服器跟显示卡，还有网络交换器的，这都会影响到的不只是台积电，还有呢就是伟创、鸿海及广达等整个半导体的电子产业。所以呢，这个232条款呢，也就是半导体的进口关税呢，是否呢就会是下一个黑天鹅事件呢？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看到下一则新闻，也就是 Stellage 呢公布了第二季度的一个财报。那财报呢，最终结果是非常的亮眼。首先呢，就是它的比特币的收益率呢，已经达到了今年的目标 25%， 所以呢，它将它的目标位呢又再调整到了 30%。再来是第二季度的比特币呢上涨了已经有 30%， 而它的涨幅呢也让 Stellage 呢一个收益率呢来到了140亿美元，而它今年度的目标呢是150亿美元，所以说它将再一次上调到了200亿美元。除了这里以外呢，他们呢在第二季的一个整体营收呢是 1.145 亿美元，整整呢年增了 2.7 美元，但是在去年呢同期呢，也就是在去年2024年的第二季呢，也是亏损状况，亏损了有 2.003 亿美元。所以呢，这个呢就很明显呢，它以比特币的策略呢是非常的成功。除了这几项，还有更精彩的一个财报呢，在它财报里面呢就有提到了，它目前呢是历史以来呢以 IPO 的方式呢推出了第四档的一个股票，也就是 STRC 呢，是创2009年以来呢累计募款最多的一支，也就是高达了 25.2 亿美元。另外呢，它的比特币的一个累积量来到了62万颗的一个比特币，而目前已经占总流通性的一个 3%。再来呢，还有更精彩的就是，它目前呢已经是1120亿的一个市值的一个公司，所以目前排名呢在全美排名第98名。最后还有个更精彩的就是，它在1月至7月呢，已经募款到了183亿美元，这个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量，所以就证明呢 ，Michael Saylor 的策略呢是非常能吸引很多人。Michael Saylor 还有个最终的目标，就是他将比特币购买到了150万颗，将近占了总流通性的一个 7.2%。所以现在呢，目前有各大的企业呢，都以 Michael Saylor 的 Stellage 公司呢，进行了一个比特币的一个模范榜样。所以呢，现在呢，除了 Michael Saylor 以外呢，还有呢，就是各个上市企业公司都在陆续的储备比特币，而未来比特币都将会被这些上市企业公司给买光。所以现在目前还没有买比特币的人，赶快去存比特币，避免呢日后呢错过了这一波的一个红利。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则新闻，目前稳定币发行最大的一家公司呢，它目前占了总市值的一个1600多亿美元，它就是 Tether 泰达币。它在昨天也公布了它的第二季度的一个财报，它在第一季度呢是45亿美元，但是竟然呢在第二季度呢又再次创出了历史新高，来到了49亿美元。它目前呢持有了一个美国国债呢，是已经超越了韩国跟德国，而目前的累积量已经来到了1270亿美元。我们就看到这张图表，很明显可以看到，现在目前的第一名的话呢是日本，而在第18名的话呢就是 Tether， 它已经跃升到了20名以内，而在后一名呢也就是韩国，跟在第21名的话呢就是德国。这就很清楚可以看到 ，Tether 的财报除了在第二季度的一个营收呢创出了历史新高以外呢，还有就是它在美债的部分呢，持有美国债券排名第18名的一个 Tether， 而 Tether 还把去年呢相关盈利的一个利润金额呢高达137亿美元，进行了一个钱滚钱的方式呢，投资到了120几间的公司，而这些公司呢，都是在未来呢，都是会有一些
非常好的一个发展趋势，像是 AI 或者是比特币的一个挖矿公司，还是再生能源，以及最后就是跨境支付，这阵子呢都非常的火红。像是跨境支付部分呢，就有 Coinbase 的部分跟摩根大通的合作，还有就是 Coinbase 跟 Samsung 的合作，Samsung Pay， 这些呢都是未来跨境支付呢非常火红的一个项目。最后呢，他们除了呢，在目前呢，因为他们都是以美国境外的方式呢，来获取他们的一个收入来源，所以呢，他们呢即将呢要踏入了美国的一个领域，因为他们在以前的时代呢有发生一些事情，所以呢被美国纽约呢逐出了美国。就在这阵子呢，他又再次宣布了，再隔几个月，他就会宣布一个重大消息。那这重大消息的细节呢，就是他将要推出一个全新版的一个美元稳定币。而这全新版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呢，它将会推出的稳定币呢，是主要呢是提供给机构型人来投资的。所以在未来呢，机构型的一个稳定币呢，这也就预示着呢，机构的市场呢将会注入到 Tether 公司，而 Tether 公司呢又会把它的一个财报呢会更高、更往上拉升。所以呢，我们很期待呢，未来一个 Tether 呢一个发展将会是一个爆炸性的成长。而 Circle 的部分呢，在第2名的话呢，它目前呢总市值呢是占了650几亿，所以呢，未来呢将会是 Circle 跟 USDT 之战。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观众，记得给我订阅、按赞，才是给我最大的鼓励，还有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重要的资讯哦。那我们明天见，拜。